去朋友店里买酒，标价780，转头一看忘带手机了，索性直接报会员卡使用。不好意思，您的会员卡余额不足，请您充值后使用。陌生的收银员翻了个白眼，轻蔑地开口。我每次来结账后都额外充值1000，还能差钱。好看的高质量小说千万，但人生胜利组这里占一半。全文一更到底，别忘了按赞、留言、分享、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精彩故事现在开始。装什么装？买不起这么贵的酒就别买，不然给你换成二锅头，刚好够。收银员双手叉腰，眼神不耐，说着就要把我手里的酒拿走。我以为收银员搞错了，耐着性子解释了一下，你仔细看看，我上次来刚充了1000，怎么就不够了？他重新把卡插在机器上，摆弄2下，嫌弃道：要饭还得给自己强行加戏。550，把你们老板找来。我脸色瞬间难看，搬了把椅子就坐在收银台，身后的队伍也没办法结账。见状，收银员黑着脸，手机往收银机上一摔：就你事儿多，赶紧让，后面排队呢。我们老板也不是做慈善的，就你这种穷逼还想见他？赶紧走，看你要饭不容易的份上，我给你拿瓶二锅头，算我请你的。臭乞丐！冲着他这态度，我果断看向身后排队的众人，实在不好意思了，诸位，今天这边出了点纠纷，暂时可能没时间给你们结账，大家可以先行离开。众人不满地骂骂咧咧，一看我搬凳子坐在收银台，当即闭嘴。不过谁都没有离开，似乎是想看好戏。没事，我们不着急。收银员脸色发青，神色越发不悦。保安，这边有人闹事儿，把人拖出去。保安来得很快，架着我胳膊就要往外走，动作粗鲁，身上的电棍几次3番打在我身上。我气得直喘气，目光一闪，看到不远处的角落站着一个眼熟的人。我黑了脸：陈军，我知道你在，赶紧给我滚出来。超市老板是我医院认识的朋友陈军，初见陈军时，他女儿身患重病，需要大笔钱来支付手术费用。为了自己怀中的女儿，他冒着大雨跪在医生面前求医生救他的女儿，可规定就是规定，钱不够，到底没办法通融。我一时心软，当即资助他将女儿的病治了。陈军倒也争气，他用了几年时间，不单还上了钱，甚至还在这地方开起了超市。开业那天，他痛哭流涕：瑶，这2年如果不是你帮忙，我真不知道我们的日子会变成什么样。以后你来超市我都给你打好折。为了支持陈军，我时不时便会来一次超市，每次充值1000。可没想到，唯一一次没充钱，钱不够了就算了，我的朋友竟然躲在后边看我的被他的收银员欺负。我冷声：保安要打出人命了，还请在场朋友帮我报警。话没落，众人纷纷拿出手机拨打电话，场面一时间失控。角落处的人着急了，陈军急匆匆走了出来，讪讪地笑着将人喝止：住手！瑶，你来了，怎么不打声招呼呢？你要买什么？我给你打折。看到我面前的酒，笑容顿时僵硬了。他咬牙，拿起我面前的酒就开口了：瑶，这酒原价可是1690的，你看这过来光顾我生意，我也得有点表示不是。给我1000得了，还是充值1000吗？他利落的要去我包里找手机，看那架势，好像这包是他的似的。我微微一躲，将自己的包打开，看着他便道：我没带手机，你家收银员说会员卡上余额不足，找你过来也是想解决问题。他脸色莫名有些阴沉，不过还是强撑着笑脸。他慢吞吞地走到收银机前，亲自上手摆弄半天：不能啊，我看看，可能是系统故障了。瑶，你这钱是够的，那这事儿是我们收银员的失误，酒我们给你再打个折，给800得了。一番利落操作，卡和酒都递给我了，我直愣愣地看着他，没有接过来。陈军一个劲儿地催我接下，我突然觉得特别好笑。这酒标价790元，各种折扣算下来竟然要卖我800元。陈军，你真把我当成好糊弄的冤大头了呀？他的脸稍微僵了一下，有些尴尬地说：你这说的什么话呀？瑶，咱们关系好，你可不能在这儿乱讲。我不为所动，毫不犹豫地转身朝着酒架子走去。那酒在架子上明明白白标着790元的价格。陈军一下子就说不出话来了，刚要承认，旁边有个男人拉了他一下，然后说道：那是售货员没做好工作，他把价格标签贴错了，你不能看这个价格。说着，他还恶狠狠地瞪了一眼旁边的服务员，大声说：你被开除了。我都被气笑了，我把手里的酒往前一推：麻烦给我把酒退了，我不想要了。还有，
把我之前所有的消费和充值明细都调出来，我要退会员卡。这么多明细查起来也不容易，给你们1天的时间，晚上我会亲自过来拿。说完这些话，我就头也不回地走了。上班的时候，所有人看我的眼神都很奇怪，那眼神里有厌恶，有不满，还夹杂着鄙夷。我刚想叫住他们问问是怎么回事，结果那些人就像躲瘟疫一样，纷纷散开了。我伸出的手慢慢握成了拳头，直到去厕所的时候，听到外面公司同事在小声议论，秦总监也太过分了吧。就是啊，仗着和老板认识就毫无顾忌的要折扣，5折都嫌不够，真是贪心。要我看啊，还是老板心地善良，要是我早就和这种朋友绝交了。不过你们看老板最新的直播预告了吗？听说要到咱们公司门口直播呢，那我可得去凑凑热闹。他们聊得太投入了，都没发现我就站在身后。我轻轻拍了一下他们的肩膀，喂，在说什么呢？他们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很难看，然后就赶紧散开了。好在从他们的对话里得到了一些信息，我很轻松就找到了源头。预告的直播时间就是10分钟之后，我立刻朝着公司门口走去。陈军和那个男人还有被辞退的售货员已经在不远处准备好了。很快他们就凑到了我公司门口，一屁股坐下，还举着一个牌子，上面写着还我血汗钱。我似笑非笑地看着他们，陈军脸上的眼泪瞬间就变得有些不自然了，不过他还是咬咬牙继续演下去。秦瑶，我一直把你当好朋友，你怎么能这么贪婪呢？现在是你不讲情义了，我都已经一忍再忍，你为什么非要把之前消费过的钱都要回去呢？今天我就在这儿让大家来评评理，消费了就是消费了，哪有退之前消费钱的道理？我一下子就愣住了，好一招偷换概念啊！我只是要退会员卡中未消费的钱，从他嘴里说出来，倒成我讹人了。还没等我说话呢，经理就匆匆赶过来了。你们这是在干什么？公司外面禁止拍摄，你们有什么事私下解决，别在这儿耽误我们，影响多不好。经理不满地看着我，旁边的姚副总监更是一脸嘲讽的样子。秦总监，我看你就放过老板吧，人家做点小生意也不容易。秦总监，你看看要不就补点钱吧，按照你消费那么多，补1万块钱也不算过分吧。老板，你看这个数目够吗？我当时就懵了，怎么着？姚副总监这是打算帮我付这笔钱吗？说的这么轻巧。陈军满怀感激地朝着姚副总监点头，眼中还含着热泪。1万块钱虽然不太够，但毕竟咱们是朋友，你拿出这1万块以后，我就不会再来找你了。经理也像是松了一口气，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。行了，小秦，你转1万块钱过去，这件事就暂时这么算了。要是影响了公司形象，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我又气又急，周围那些看热闹的人都在指指点点，我站在人群中间，显得特别孤立无援。兄弟们姐妹们，咱们就在这儿等着，我倒要看看他到底赚不赚。行，等着呗，反正我有的是时间。你们是他的领导吧？实在不行就让公司出这笔钱，然后从他工资里扣呗。这些人就知道看热闹，还瞎出主意，我都懵了。在众人的指责声中，我只能给他转了1万块钱。这钱我赚了，陈军，你可别后悔。对了，得给我写个收条。陈军马上就把钱收了，拿了纸笔写了收条，就朝我扔过来。他冷哼一声，大声说，我拿我自己的钱，有什么可后悔的？我算是看透你了，以后咱们就井水不犯河水了。说完，他就退到一边，好像是在给别人腾地方。只见那个售货员扑通一声就跪在我面前，小姐，要不是因为您，我的工作也不会就这么没了呀。我家里上有80岁的老母亲，下有2岁还在吃奶的儿子，您可不能不管我呀。现在我连工资都要不到了，我家里老老小小都等着吃饭呢，您不管怎么说也得帮帮我呀。我面无表情，旁边那些围观的群众这个时候竟然也觉得他说的有道理。小姑娘，这祸是你闯的，怎么着也得把这债给还上吧。人家小姑娘出来打工不容易，你看你坐在办公室里，能不能有点同情心啊？指责我的人越来越多了。行，你想要钱是吧？你说多少，我转。他脸上露出一点喜色，还偷偷看了一眼旁边的陈军，按照 N+1的标准赔偿吧，12万就行。我瞪大了眼睛，我是你老板吗？他马上装出一副委屈的样子，看起来还有些慌张。可是我是因为您才被辞退的呀，我们老板不愿意出这笔钱，我只能找您啊。秦总监，姚氏集团的人马上就要来了，要是您耽误了大客户，您自己去请罪吧。姚副总监就像在看好戏一样看着我，那表情就差从我手里把手机抢过去帮我付钱了。
我冷笑了一下，低头看了一眼手机，确定该保留的证据都已经保留好了，我就点头了。用同样的方式拿到收条之后，陈军满意的笑了。现在可以走了吗？我冷冰冰地看着陈军，他笑了笑，然后点头离开。在临走之前，他凑到我耳边，压低声音说：“你要是不闹事，今天这些事就不会发生。记住了，做人还是老实点好，不然肯定会吃大亏的。”我似笑非笑地盯着他，嘴角微微上扬。咱们走着瞧。人群慢慢散去，公司又恢复了平静。我大步朝着角落走去，拨通了电话。王叔，把陈军超市所在的商品房收回来，把人赶走。陈军的超市里，整个场面一片混乱。你们不能赶我走，凭什么赶我走啊？你们这是违约！陈军一着急，一屁股就坐到了地上，他又哭又闹的，就跟当初跪在地上求医生救他孩子的那个妇人一模一样。可我现在只觉得很是嘲讽，大概当初他就是用这副模样欺骗我的吧。陈军看到我了，他朝着我猛扑过来，双手还企图死死掐住我的脖子。我皱着眉头，侧身躲开了。他扑了个空，整个人看起来就像疯了一样。秦瑶，你是不是来看我笑话的？想看我笑话？没门儿！我笑了，毫不犹豫地看向正在清理房子的王叔。王叔，麻烦您清理东西的时候仔细点，小心点，可别把人家东西磕着碰着了，不然又得被讹上。王叔愣了一下，马上应道：“小姐说的是，我们这就小心点，你们手上动作都轻点啊，别把人家东西弄坏了。”陈军瞪大了眼睛，整个人僵在了原地，他声音里满是震惊：“你怎么能使唤他们？”我笑了笑，举起手中的租赁协议和这里的产权证晃了晃。那当然是因为这个地方是我的呀。他眼中闪过一丝恨意，不过很快就只剩下得意了。秦瑶，你这是在找死啊？你真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呢？这地方可是姚氏集团的地盘，你说这是你的，难道你是姚氏集团的大小姐啊？要不是我认识姚雪，还真就被你骗过去了呢。我皱了皱眉头，奇怪地看着他，这和姚雪有什么关系？他立刻冷哼了一声，直接走到我面前，想要用自己的气势来压倒我。雪儿可是姚氏集团的大小姐呢，你这个冒牌货还想捣乱，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吧？我被气笑了，我还真不知道什么时候姚雪就成了姚氏集团的大小姐了。我当下就让陈军把姚雪找来。姚副总监出现的时候，浑身穿着大牌，打扮得珠光宝气的，看起来有点老气，还让人感觉有点眼熟。他不屑地摘下眼镜，不耐烦地说：“陈军，你还想怎么样啊？我逛个街都不让我好好逛是吧？”陈军慌了，满脸谄媚地笑着，小心翼翼地提着一提酒走到姚雪面前。姚雪没有接，就那么直愣愣地看着陈军。陈军硬把酒塞到他手里，然后手指着我，毫不犹豫地告状：“秦瑶一下班就过来闹事，他还假冒您的身份，说自己是姚氏集团的大小姐。”姚雪当即就露出不屑的神情，她起身朝着我走来，用手指点着我的胸膛，轻蔑地说：“哟，秦总监这是出门在外，身份自己随便编啊？你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，你配吗？”我也笑了，配不配可不是你说了算的。既然咱们都自称是姚氏集团的千金，不如一起去姚氏集团走一趟。姚雪的眼神一下子闪烁起来，似乎是在犹豫。等会儿我打个电话。我微微伸出手，做了个请便的手势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回来了。这会儿公司有重要客户，我们过去不太合适，不如我们去姚家老宅吧。我抿了抿嘴唇，嘴角带着笑。好啊，那就走一趟呗。只希望姚大小姐到时候可千万别后悔啊。他愤愤地瞪了我一眼，冷哼道：“这话该我来说才是。”为了彻底把我置于死地，陈军一路上都开着直播，我并没有反对。到了秦家老宅，管家满脸笑意地出来迎接我们，周围的人还都朝着姚雪喊小姐。小姐您回来也不说一声呀，让司机去接您呀。我让下人去准备晚餐，大家一起吃饭。管家笑着站在姚雪面前，声音里都带着宠溺。姚雪笑了笑，挽住管家的手臂：“管家爷爷，不用这么麻烦了，我们等会儿出去吃就好。我先进去了，带我的朋友们参观一下咱家。”管家连连点头，侧身让开了路。我尽量让自己不那么引人注目。进了屋子之后，陈军的眼睛就挪不开了，他的眼睛亮晶晶的，眼神里满是贪婪。哇，雪儿，这个花瓶好贵的吧？我没离婚之前，我家老爷子也买过一个，不过是个赝品，就那还花了好几万呢。这可是古董啊，可贵重了。雪儿，这个能不能送给我呀？最后，陈军的目光落在书房的砚台上，
双手就像粘在上面一样，拿不开了。姚雪嘴角一直带着笑，此时也只是微微低下头。这也没多贵，就几十万而已，你喜欢就拿走呗。陈军惊呼声响起，转身就要去抱姚雪，却被姚雪一下躲开了。停，你手里的东西要是摔坏了，我可没有第二件了。他话音刚落，陈军愣了一下，手里的砚台就掉到地上了，啪嗒一声，砚台的一角就碎了。瞬间，所有人都慌了神。陈军哭丧着脸，整个人都快崩溃了。我不是故意的，雪儿，我能再挑一个吗？我被他的无耻行径给气笑了。我扭头看向管家，姚管家，你就是这么给我看家的呀？什么时候我家的东西，外人都能随便送了？场面安静了片刻，所有人都呆呆的，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。紧接着，现场爆发出一阵大笑声，哈哈哈哈！秦雪，你在做什么白日梦呢？管家都已经承认姚雪了，你还想骗我们啊？一个女佣站了出来，满脸不屑地看着我。你这是嫉妒我们家小姐年轻漂亮又有钱吧？我们家小姐再有钱也不是你的，你可有点自知之明吧？一个穷酸样，话还没说完，管家就一巴掌甩在他脸上，滚出去！我们姚家不需要你这样的佣人。管家脸色凝重，就像面临着大敌一样。倒是姚雪坐不住了，管家，他就是个骗子，你还真为他出头啊！他气急败坏地跳起来，手指指着我，眼看就要戳到我额头了。我不耐烦地皱了皱眉，伸手一把扭住他的手指，一个灵活的转身换位，姚雪整个人就被狠狠地甩到墙上了。他整个人都懵了。管家，给我个解释！我似笑非笑地看着他。管家一下子就慌了，他扑通一声跪下，又慌又怕地说：小姐，是我错了，我不该随便放外人进来的，您千万别生气。我就是想着姚家的人一时半会儿也不会过来，所以才让我孙女过来过个瘾。管家的声音越来越小，陈军的反应最为强烈，他发出了尖锐的叫声：管家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姚雪是你的孙女，她不是姚家大小姐。闭嘴！管家怒吼一声，然后又可怜巴巴地看向我，他弓着身子说：小姐，雪儿她没有坏心的。我不禁冷笑出声，手指着呆站在原地的姚雪嘲讽道：那你告诉我，她身上这一身衣服是从哪来的？不就是我以前给我妈买的那些衣服吗？还有她身上的包，难道不是吗？管家抿着嘴唇，不知道该怎么继续说下去，可姚雪却疯了，她用力把我推倒在地。你在胡说什么？我就是姚家大小姐呀！管家，你干嘛跪他？他就是个贱人啊！你起来，你对着镜头前的人解释啊！也许是姚雪的疯狂让管家觉得很丢脸，他瞬间老泪纵横。够了，姚雪，我平时宠着你，是因为我心疼你，可你看看你现在像什么样子，被欲望控制的可怕怪物。管家大概也是忍无可忍了，他快步走到姚雪跟前，用力摇晃着姚雪，像是要把他脑子里的糊涂想法都摇出去。可是姚雪已经完全丧失理智了，管家咬咬牙，狠狠地扇了他一个耳光。冷静点，不就是一个假身份吗？有什么说不出口的？去给小姐道歉，还是说你想进监狱待着？姚雪被打傻了，大脑空白了好一会儿，她才终于认清眼前的状况。对不起，这钱我会还给你的。她好像受到了极大的侮辱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却不掉下来，然后转身跑了出去。管家重重地叹了口气，到底没有追上去。这个时候，旁边的陈军也清醒过来了，他的神色有些慌乱。不可能啊，你是姚氏集团的大小姐，怎么会姓秦呢？管家实在是忍无可忍了，很想知道这些人到底在想什么。你平时都不看新闻的吗？姚氏集团大小姐随母亲姓，她是两家集团的继承人，就你们傻乎乎的因为一个姓氏就相信姚雪了。她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，看起来很生气。可是正主不在这儿，没人理会她的愤怒。陈军彻底慌了，他狠狠地扇了自己一个耳光，然后跪在地上求我：瑶瑶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大人有大量，别跟我计较了好不好？让我继续开那个超市好不好？我轻蔑地看着他，嘴角的笑容更加明显了。既然已经决定的事情，我怎么可能改变主意呢？陈军，你输了。还有刚才那块砚台价值188万，你算一下，和之前会员卡的那些钱一起退给我。他立刻嚎啕大哭，慌慌张张地继续抽打自己的脸，求我放他一条生路。我没有理会，马上让人把陈军请出去。耳根终于清静了，我嘴角慢慢扬起一抹笑容，目光落在管家身上。我沉默了，过了好一会儿，我才开口说：把偷的东西折成现金补上，我就不告他了。管家感动地哭了。姚雪已经连着好几天没来上班了，
我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，但被赶走的陈军又开始搞事情了。他跪在姚氏集团的大门口，趴在地上哭得特别伤心，求大家给我做主啊！我就是一个本本分分的小超市老板，可姚家大小姐非要哄着我把超市扩大规模，现在我欠了一屁股债，结果这姚家大小姐竟然毁约，把我从商户里赶出来了。黑心的资本家，无良的姚氏集团，还我血汗钱，还我超市！电话响了，我犹豫了一下，马上接通了。乖女儿，我看到新闻了，要不要妈咪来帮你处理啊？我又好气又好笑，赶忙拒绝。妈咪，我自己能处理好的啦。挂断电话后，我直接朝着陈军走去，他还没来得及说话呢，就见一群人冲了过来。我们也要讨个公道，你就是姚家大小姐是吧？我们也不是好糊弄的，钱又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你都那么有钱了，还骗我们的钱干嘛？刹那间，数不清的谩骂和指责就像潮水一般涌来，与此同时，各种各样的垃圾也被扔了过来。转眼间，我就被垃圾给埋住了。周围那些肆意的嘲笑声不断传进我的耳朵里，一个不小心，我被撞倒在地上，一瓶不知道是什么的液体朝着我的脸不客气地泼了过来。我吓了一跳，急忙躲开，虽然躲得及时，可手上还是沾到了一些，一阵灼烧的疼痛从手上蔓延开来。我看到陈军脸上露出了恶劣的笑容，他不出声地说：活该，给我500万，我马上帮你把这些人打发走。我冷哼一声，低下头不说话。眼看那人又要动手的时候，保安赶过来把这些人拉开了。干什么呢？这里是姚氏集团，由不得你们撒野。保安这么一说，那些拿着电棍的保安一出现，闹事的人就害怕了，他们一下子就跑光了。陈军立刻就不高兴了，哎，你们跑什么呀？那你们倒是把钱还给我呀！我似笑非笑地看着陈军，他有点心虚，就不说话了。我摆了摆手，这个时候就剩下我和陈军2个人了。我抿着嘴唇，紧紧盯着他，又想干什么？还想用舆论来压我？他笑了，眼神里透着几分恶意。舆论多没意思啊，得玩点更厉害的。既然你不愿意出这500万，那总得有人来承担后果的。说完，他就大摇大摆地走了。我眼神深邃，把手上的证据发给了王叔。王叔，帮我报警，敲诈勒索总是要付出代价的。王叔很爽快地答应了。不过这个时候，我接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。大小姐，你还收不收姚氏集团的股权啊？我手上有10%，能不能卖给您呢？我稍微愣了一下，然后他又接着说，您看看您自己的行事作风，导致公司股票跌得这么厉害，您总是要负责的吧？我们可没那个时间、精力和钱陪你们玩过家家。对方只说了个见面的地点，就果断把电话挂了。不过这样的电话我接了不少，干脆就把他们都约到一起。直到我来到酒店包间外面，里面传来一些小声的议论，这让我吃了一惊。你们说这样真的行得通吗？他真的会被我们讹到钱吗？我停下脚步，放在门上准备推开的手也停住不动了。老板可说了，当初他就是用这法子搞到钱的。再说了，现在是他的人品问题让公司动荡不安，他就得负责。那粗犷的汉子越说声音越大。我推开门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一瞬间屋子里变得鸦雀无声。今天要是执意要转让股权的，我马上签字，就按照现在的市场价格，要不然你们就烂在公司里吧。众人犹豫了，过了好一会儿，才听到他们咬着牙说我们卖。他们的动作很干脆，可我却把手里能流动的钱都花光了。当着众人的面，我大步流星地走了出去。有些账总是要和人清算的。陈军家屋里的人根本没有要出来的意思。陈军，你真的打算继续不配合吗？警察同志的声音让陈军慌了神，他带着哭腔说，警察同志，我没犯什么错呀，您不能。我冷笑一声，一脚把门踹开了。那些察觉到动静想要破窗而逃的人，这个时候硬生生地停住了脚步，不许动。陈军被控制住，然后被带走了。他疯狂地骂我，秦瑶，你这个坏蛋，你不得好死，你这个为富不仁的资本家，我跟你没完。我笑了笑，没关系，警察同志会替我好好教训你的。一路上都能听到陈军疯狂的叫骂声和充满怨恨的发泄声，我丝毫没有反应。警官同志说，陈军，你的行为已经构成敲诈勒索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原本涨得通红的脸，这会儿一阵青一阵白的。他看了看我，又讨好的看向警察同志，同志，这就是我跟朋友闹着玩的，没那么严重啦，我这就把钱还给我朋友，能不能放我走啊？警察同志看向我，像是在征求我的意见。我笑了笑，然后又把那些证据拿了出来。我们是朋友吗？
难道你家跟朋友玩闹会发展到人身伤害吗？要不这样吧，钱我不要了，我把你打残行不行？他害怕了，一个劲地摇头，像是想要否认现在的状况，不过很快又咬着牙说，不是，你何必这么咄咄逼人呢？我翻了个白眼，有病！警察同志，我坚持我的想法，接下来我就不在这儿了，如果有什么事的话，我们电话联系。我转身就走，身后传来陈军的咒骂声，我一点都不在意。阿姨，一出门就听到身边传来软软的声音，我惊讶地看到了陈军的女儿高立秋。立秋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她好像有些纠结，想了半天，然后跪了下来。她一个头接着一个头的磕，带着哭腔说，瑶瑶阿姨，你把妈妈还给我吧，我不想做没妈妈的孩子，求求你了，放了我妈妈吧。我急忙阻拦，可是没拦住。陈军冲了出来，一把把我推开，大哭着说，秋秋，别磕了，妈妈不会离开你的，别，瑶瑶阿姨是在和妈妈开玩笑呢，你别担心，好不好？她把立秋抱在怀里，泪眼汪汪地看着我，我被气笑了，又来道德绑架。我抿着嘴唇，冷冷地说，开什么玩笑，犯了罪就是犯罪，难道你一句话就能改变？陈军的眼神微微一暗，他低下头看了一眼立秋，像是做出了某个重大的决定。我皱了皱眉头，心里涌起一种不好的感觉，紧接着就看到立秋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。陈军一下子就慌了神，双手疯狂地摇晃着立秋。秋秋，秋秋，你怎么了？你可别吓唬妈妈呀！随着立秋的脸迅速变红变烫，她好像开始喘不上气来。我瞪大了眼睛，俯身就要抱起立秋往医院赶。快送医院啊！陈军眼眶通红，他死死地盯着我，声音隐隐有些颤抖。你走开，我不需要你的假好心，你把我女儿还给我呀！是你害死了我女儿，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，你赔我女儿，赔我女儿啊！我惊愕地往后退，眼神里也有了一丝慌乱。不可能的呀，怎么会这样呢？陈军，你先起来，我带立秋去医院。我被他用力一推，后脑勺撞到墙上，当场就昏了过去。再次醒来的时候，我躺在医院的病房里，周围有几位警察同志在守着。我一怔，就听到警察同志说，秦小姐，你醒了，你涉嫌杀害陈军的女儿高立秋来泄愤，请你配合我们调查。说完，我苦笑着摇了摇头，然后看向他们，声音有些苦涩，同志，我虽然和陈军有私人恩怨，但是对于立秋，我没有一点恶意，而且警局门口的监控应该能清楚地显示，我和立秋根本没有近距离接触过。不过立秋临死的时候，陈军的反应有点奇怪，我希望警察同志能从这方面调查一下。他们把我说的话记录了下来，朝我点了点头，感谢您提供的信息，我们会尽快去核实的。说完，众人就转身离开了。我在病房里无所事事地待着，一直到傍晚，警察同志才联系我，说陈军想要见我，因为女儿去世，他被取保候审了。我见到了陈军，他脸上满是恶意，你可真够狠的，要是你当时答应了，立秋就不会死。秦瑶，你永远欠我一条命，我女儿的命。我紧紧地皱着眉头，他说着就伸手来拿我的手机，大概是之前被我录像录音太多次了，他变得很谨慎。我毫不在意地当着他的面把手机摔了，扶了扶眼镜，他立刻就满意了。我干脆也不再隐藏我的疑惑，直接问道，为什么秋秋会死？我很清楚，我根本就没有碰到秋秋。他大笑起来，眼泪也从眼角流了出来。你以为我想啊？可是你一直不松口，我们不能没有钱啊，我们只能弄死立秋，然后嫁祸给你，这是我和我老公早就计划好的，只要你不同意，我就用秋秋的命来保住我们的钱。我被这对疯狂的夫妻的行为震惊了，忍不住瞪大了眼睛。可秋秋是你们的亲生女儿啊！他面无表情地看着我，女儿又怎么样？不过就是个工具罢了。当初在医院不就用她把你骗上钩了吗？我就像突然被雷劈了一样。那和姚雪的合谋呢？一提到这个，陈军就咬牙切齿。我只是想傍大款，谁知道他是个冒牌货呀。不过还好，这些主意都是他出的，就算死，我也要找垫背的。我缓缓往后退了几步，陈军简直是疯得没边了，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。说完，我转身就想走，却被陈军一把抓住了衣领。想走？没门儿！这次1000万，我保证能让你不用坐牢。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说着，就这么冷漠地拿女儿的性命当作筹码。我不禁笑了起来，抬起手，声音带着些许无力，警察同志，事情应该清楚了吧？还不抓人？陈军冷笑一声，
根本没把我的话当回事。你手机都摔了，还能联系到警察？你以为警察是无处不在的呀？话音刚落，周围就传来了窸窸窣窣的动静。不许动！陈军，你涉嫌故意杀人和敲诈勒索，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这一下，陈军惊恐地瞪大了眼睛，但有他之前自己的证词在，这个时候他就算想辩驳也没什么力气了。他还是有些疑惑，最后问了我一句：为什么他们能听到？我举起手中的眼镜，冷哼一声：你什么时候见我戴过眼镜？但凡你稍微留意我一点，也该察觉到我不对劲的地方了。陈军忍不住狂笑起来，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。是啊，到头来是一场空，所有的算计，最后连自己的命都搭进去了。我继续回医院调养身体。出主意的姚雪，这个时候也没能逃脱法律的惩处。高丽也是一样，再次听到他们的消息，是在社会新闻上。陈军的超市有很多会员顾客，其中有不少是假账的情况，这些人也都是和我一样的受骗者。好在法院帮忙把这些钱都追回来了，我这才发觉前前后后在他店里竟然消费了好几十万。因为陈军事情的真相被报道出来，公司的股价也开始回升了。我毅然从公司辞职，到姚氏集团去任职了。工作固然重要，但是当老板更有价值。回到姚家那天，管家把100万放到我面前，满脸愧疚。大小姐，之前是雪儿鬼迷心窍了，这钱我替雪儿补上，希望你以后别跟她计较了。现在我老了，大小姐，您就让我走吧，远离这个圈子，也许以后雪儿出来就不会有这么多坏心思了。我看着满头白发的管家，轻轻叹了口气，最后还是答应了他。我把钱推回去，这钱您留着养老吧，姚雪欠的，以后让她自己还就行。管家感动得热泪盈眶，不停地道谢，然后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姚家。我也投入到忙碌的工作中。1年后，经过我的努力，公司的股价翻了1倍。大小姐，您看我们能不能按照原价把之前卖出去的股份买回来呢？几个人拦住了我的去路，满脸谄媚地笑着，那模样就像哈巴狗一样。这不就是当初逼我买股份的那些人吗？我忍不住笑出了声。你们在说什么胡话呢？什么原价？我认识你们吗？不能看我们公司股价高了就想来分一杯羹啊！我还有事，失陪了。身后传来那几个前董事恼怒的互相指责的声音，我不禁笑了。我的未来一片光明，可不需要这些烂人来掺和。